这里就是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，很多人呢只在电视上看到，然而真实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是一块位于渭河南岸的大断崖，三面临空，一面临山。本来呢，按风水上说是一块绝地。公元234年啊，诸葛亮屯兵于此，本想熬死司马懿，没想到反被司马懿熬死。这个地形像什么呢？像一个乒乓球拍的形状。由于这里呢最窄处仅有5丈，所以呢五丈原得名五丈原。这里就是霍洛城，诸葛亮在此病逝。东晋孙胜呢曾记载啊，诸葛亮病逝前呢有流星在此陨落。这里是唯一保留诸葛亮衣冠冢的地方，这也是三国经典名场面死人吓退活人的地方。我们看看1700年后五丈原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沿着一条小路找了很久啊，终于找到这个方向了。这个就是当年诸葛亮中军大营所在的地方啊，就是他点7星续命灯的地方。哇呀，金色的麦子啊，这海拔应该是700多米。看看对面的工厂啊，这个地方还真有条路，叫做魏延闯帐道，就是当年魏延闯进了中军大帐，踢翻了7星续命灯主灯的一条路。相关资料介绍呢，这边还有一座霍洛城。霍洛城呢，城墙据说还在，但是现在呢，不知道这个草盖的下面是不是就是霍洛城的城墙，低低矮矮的，非常像啊。这还有个文保碑啊，这个霍洛城确实是当年诸葛亮来这里的中军大帐。东晋正史写的有点夸张啊，说诸葛亮病逝前几天呢，有流星坠在了中军大帐。描述的绘声绘色，据说还是一颗粉色的流星，这颗流星居然还在。但是如今霍洛城呢，却只剩了一个高压电塔，其他是什么都看不到。而其实真实存在的落星湾还有落星坡呢，就在这个地方的两侧。那根据东晋的正史呢，人们推测出了这极有可能是天命所为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诸葛亮是真正的降星陨落在了这个地方。而这里确实是诸葛亮病逝的地方，但是他有没有点7星续命灯呢？正史既没有承认，当然也没有否认。这里呢就是诸葛亮祠啊，是五丈原最有说服力的一个遗迹，并且呢这里面有3个举世无双的宝贝，最关键的是有那个刻死诸葛亮的陨石啊。这个庙是最早建于元代初期，历代呢经过了修缮。如果你说这是三国的庙，这个东西没人会相信，三国的东西保存来现在的没有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一对仇人是面对面站着，左边是马岱，右边是魏延。正史记载确实是马岱杀了魏延，后来说书人说出这么一个事情啊，就说是马魏两家成为了世仇，但是这个话有没有可信度呢？不知道。这里最牛的树啊，800年的槐树，据说叫做3分天下树。这个是根据树杈来说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三国3分天下，站不住脚的说法啊，因为三国的时候这棵树还没有出生呢。钟楼一般建在东边，但是这个祠里呢，却把钟楼建在西边。有人说呢，正对渭河，象征诸葛亮呢壮志未酬。但这个钟还真发生过灵异事件，据说在明末元初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啊，这个钟居然没人敲的情况下，独自响了半个多小时，吓坏了当时的僧人。诸葛亮的献殿呢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有人说呢，这里面这个梁啊，就是他们的镇殿之宝。到底有什么出色之处呢？这个梁呢，长度正好是5丈，暗合5丈原。据说呢，对诸葛亮不敬或者心怀鬼胎的人，站在这个木头下会闻到腐朽的味道。我亲测以后发现并没有闻到朽木的味道。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到底长什么样吧。这个和我们看到的电视里不同版本的不一样啊，它是多了几分书生气，少了几分霸气。这里呢就是刻死诸葛亮那块陨石所在的一个园子里面啊，没想到这块陨石直至现在居然还在。公元234年的极致巧合啊，据说当时这块粉色的陨石落在中军大营的时候，是落下便打，弹起来变形。如此折腾了3次以后呢，不知所踪。没想到呢，让村民给找到了。而就是如此巧合啊，不久之后，诸葛亮就在中军大营病逝了。不过我怎么看这块陨石啊，都不像1700年前的陨石，主要是这个做工太差了。我觉得天然陨石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？这个会不会是上个礼拜的陨石呢？
我们来看看黄月英到底长什么样啊？都说诸葛亮是诸葛家族的潜力股啊，有人说呢，他配了黄月英呢，就直接成了 ST 了。原因呢，就是黄月英太丑了。其实呢，在那个年代啊，基本上都是强强联合的，他不可能娶一个穷女人，因为呢，黄月英的父亲黄承彦呢是襄阳的名士，并且他母亲呢蔡氏啊，有个亲戚你们大概都知道是蔡瑁。然而据正史记载啊，黄月英连名字都不存在啊，只是叫做黄氏。黄氏其实并不丑啊，人家自谦的说法叫丑女，其实是本质是个才女。有关一说啊，说是诸葛亮木牛流马都是黄氏设计的，这个并没有历史根据。那边写的静静啊，来这里要静一静。诸葛亮的墓啊非常有特色，一反常态，它是坐南朝北的。为什么这么建呢？据说是当年啊，诸葛亮未能拿下渭河北边，对此耿耿于怀。这座墓什么时候建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有一点很肯定啊，当地工匠流传一个故事：5丈远埋忠魂，定军山藏真身。这个历史记录多少有点偏差。据说这座墓啊建的地方刚好是流星坠落的地方。我们刚才说坠落在军营，所以呢略有出入。军营呢距离这个地方大概1-2公里左右的样子。当地还有一个十分荒唐的说法，就是诸葛亮的坟头草为什么长不高呢？就是他5次北伐以后呢，然后用尽了精神，所以呢这里的草长不高。还有一个更诡异的说法，就是每年8月份的时候呢，墓前总能看到一道长长的黑影。据有人揣测啊，这是诸葛亮由于没有北伐成功，所以呢留在这里叹息。当地呢把这个现象称作丞相魂归。而更神奇的是呢，据说这座墓千百年来从未被盗过。诸葛亮为什么要屯兵在这里呢？第一个问题，这里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绝地，因为后面就是斜谷道。诸葛亮在这里屯兵呢，可以利用木牛流马向后面秦岭要道输送粮食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是渭河的上游，土地肥沃，有大片的良田。战时民转军，闲时军转民，以此来进行长期粮食的补给，用来干什么呢？和司马懿进行长期的消耗战。原本诸葛亮要屯兵北原，取陇右呢，使魏国的版图直接切割开来，但是被魏国的一个人才郭淮给识破了，抢先占了北原的防线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有关诸葛亮屯兵5丈原全部是事实，唯一偏差的就是魏延。魏延呢，在当地呢，人们称之为魏大将军，十分的尊敬。其实他并不是有反骨。魏延最后被杨仪派马岱所杀，究其原因之一呢，就是脾气暴躁，不愿听从杨仪。